这河都旱成这样了，怎么还能淹死人呢？可不是嘛，这案子一个接一个的，太邪乎了。这不是捞尸队的铁牛吗？是啊，哎，又死了一牛。镇守要破了，海妖要来啦！啊，海妖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哎，直接下，看嘛呢？看嘛呢？啊，有嘛好看的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让！往后退，往后退！散了啊！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是吧？散！你谁呀？泥鳅，说啥呢？捞尸队的弟兄，怎么不认识你呢？别让铁妞搁这躺着。是，牛哥怎么就躺这儿了？哥几个搭把手，再把铁妞连回去。你滚！哎，二哥，牛哥说还要替郭师傅报仇，不光是他，捞尸队的弟兄们都在场。会不会今儿是牛哥，明儿个是我，后个是他们？你领得过来吗？回家歇着去吧。郭二哥，你回吧。过来！顾总还没来呢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我带我兄弟回家。你刚起的案子，警局怎么也得过一招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了我！我说了轮不到你。以后更没你这个兄弟。发生。小头，松开，都松开！郭爷，要不您先回去吧，今儿叫我们了。来，小宋，还是头一回看见小河神这么丧气。哎呀，这事儿搁谁不丧气？走了，都走了，快，离开了啊！走了。什么事儿？怎么这么晚开会？眼瞅着咱漕运的难关都过去了，谁知道又旱上了。咱们漕运靠水吃饭，这水没了，几个长辈都急了。早就说要找您开会，可这些天总见不到您。一会儿过去，难免发难几句，您可搂着点啊！啊。对了，明天把西格蒙德先生请到这儿来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少爷，咱给那几个德国人租的公寓都空了。那人呢？
连个招呼都没打，全跑了。我查了出港记录，西格蒙德和他的助手都回德意志了。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说话呀！我早就跟您说过，可那时候您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。这都怪我没把人看住。先走吧。哎，少爷慢点。抱歉，来晚了。商会危机，找不到会长，新鲜的。是我疏忽了，以后我会全力着手解决商会事务。解决啥呀？商会出了啥事儿你知道吗？给官家做了秘书长，会长屈尊了呗。六哥，有什么事情，我们现在说出来，我马上解决。这什么？哎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他连这是啥都不知道。起火弹。雇货无妨，送不出去，我们顶多赔个出头的运费。但是我们的期货都是谷物和水果，送不出去，只能是压仓。货烂了，商会赔，3倍货款。自打有漕运那天，就是这规矩。期货就是漕运的命。那这些货现在什么情况？已经开始坏了。老天爷大旱，会长也没料到不是？要单是大旱，那就是老天爷给咱们的劫，那无话可说。可是他把传令全部都签了，有这么办事的吗？说好了这个月裁湾取值完事儿，解令通航，可结果呢？结果呢？你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最多只签50%的出船令，保50%的生机。天灾人祸，漕运，这是要诀啊！这些天，少爷没日没夜的查案，就是不想让胡总管走得不明不白。他也是刚当上会长不久，好多事儿他还不懂呢。你要怪就怪我，这些事儿我都懂，可是我没拦着。您罚我吧。你拉倒吧，罚你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还有，以后少跟我提胡总管，要不是他，啊，胡总管能关起来吗？老六，会长这个位置啊，不是空在这儿放着的，也不是你什么都不上心就能当的。那诸位，我还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吗？按赔率清盘吧，找个好点的账房，别把账清错了。散了吧，回去各保各仓，保不住的请传，把账报到商会。散了，你就给我惯着他吧，继续惯。丁会长，赔完了货，我一家老小，
也就能交代在海里了。托您的福。你去吧，少爷。把门关上。您不让我查您的案子，成。现在铁牛没了，我要查他的案子，我欠他的。您要是准了，就把点烟辩冤的本事还给我；要么就让我死在那盒子里。你们拿命拼来的草运商会，最后到我手上，还是垮了。起来！起来！二哥，哎呀娘，他不醒啊！
吐了好，吐了好，这才是又捡回一条命。烟袋都见底了，真把自个儿当烟囱了。要不是娘非要给你灌3壶浓茶，你现在面前就不是龙王，是阎王。天天担心你出事儿，觉也睡不好，饭也吃不饱。防着防着，你还来这么一手，案子不查也就罢了，你这连命也不要了。这要查呢，就好好的给你师傅点袋烟，敬杯酒，让他瞧好了。这要不查呢，你也不用死乞白咧的在这儿跪着。那忠孝啊，他不是跪出来的。丫头，走。刀劈流水不断，扇破飞烟还生。这人呐，得学会自个儿成全自个儿。于四，怎么了，少爷？没事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谢谢。于思把这个交给我，也是因为担心你，不怪他。写都写了，干嘛要揉掉？不就是一张辞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父亲的藏身之处是你安排的，就不敢来见我。我不知道。商会的事儿怎么处理啊？我不知道。什么时候走啊？下个月。1个月？手头的事情能处理完吗？无非递交2份辞呈嘛，我还能做什么呀？我把你的传票也定了，但是呢，想一想，你是不会跟我走的。你是不是也欠我1份辞呈？凡京城之事，本人倦矣。彼阳召唤，自有为留。现此去萧家独女，萧兰兰未婚夫一职。忘继任者，能体恤孤女，存世伶仃之苦，善以待之，不离不弃。别插了，跟我凑把好吗？
我生日那天，凶手送了我一份生日礼物，我很不喜欢。在没有把这份生日礼物还回去之前，我是不会走的。答应过你，要护你父亲周全。结果你父亲出了意外，我答应过护手，要料理好商会事务。结果商会垮了，我就是想破头也想把这个案件给破了。结果呢？凶手死了，线索断了。我留下来干什么？你不想做，当然什么都做不到。跟我走吧。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答应的话，我就什么都做不到了，好吗？啊！你要放下一切责任，离开，那是你的选择。但你要我跟你一样选择放弃，来不及，我实在没有力气要去付出一个要倒下的你。对不起。不舍彼此都有，亏欠大可不必。今天就当是我为你送行。丁会长，一路顺风。季小姐，季小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带去劝劝少爷行吗？他这一走就真的再也回不了头了。门外若无南北路，人生应免离别苦。哎，他有选择何去何从的自由。季小姐，随他去吧。
都几天了，你才来？不是不能喝酒吗？哼，师傅把我捡回来那年酿的，再不能喝，也得陪他老人家把这酒喝了，了了他的念想。其实，我今天来是道别的。去哪儿啊？得意是安安静静做几年医学研究，挺好。你呢？我就踏实过日子呗。挺好。做研究，不就是一屁股屎擦不干净开溜吗？你也踏实呀！就你那窄心眼儿，踏实得了吗？踏实啊，特踏实。天津大汉我管不着，漕运商会又不是我的，多踏实。师傅怎么没的？让我着了吧，还踏实？你踏实个屁呀！我管不着，你不管。为垮掉的漕运商会喝一杯。我查不出来，你不查，为逍遥法外的凶手喝一杯。敬胡总管，敬天牛。聊什么呢？师傅，您来的正好，我给您满上。来，师傅，敬你老当益壮。别，说什么呢？老什么老啊？会不会说话？师傅，您喝了我这杯酒，就是3月里的蒜苔开花，正美呢。呸！师傅怎么能是花啊？师傅应该是松柏长青，东海长流。哎，
来。你俩都是怎么打算的？说来听听。嗨，我这一身本事，捞尸是捞不了了，点烟变冤也废了。我就寻思，索性就改个行当，磨豆子打香油也好，卖油饼做豆腐也成，自个饿不着就行了。我呢，之前不是学了法医吗？还是得当个医生。我准备回德意志，把内科、外科、大全科都学个遍，活到老学到老嘛。行，那我就祝师弟学业有成。那我祝师哥生意兴隆。敬师傅百态通达，万福安康。我就一句话，给我活好喽，别让我惦着。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一滩烂泥。说什么呢？在师兄眼里，你就是金砖玉瓦好栋梁。你真能一走了之吗？你真能撒手不管吗？师哥，你去哪儿啊？这不在这儿了吗？回来吧，回来啊！别走了。有能耐造这缺德盒子，没胆子出来啊！乌龟王八缩头鸟，你以为就这破东西能困住你郭大爷吗？我去你大爷！油饼豆腐脑，我去你大爷！老子是河神！
我知道您疼我，才不让我查。但我也疼您。所以我不得不查。我这条命是您捡回来的，交到我手里，再怎么说都得好好的活。到时候在下面碰上了，也要对您有个交代。您瞧好了，就算没了点烟边缘，咱也不跌份儿。我兄弟不可能是淹死的，他事情不比我差。这是铁牛的验尸报告，全身都有烧伤，包括呼吸道。他是在死后被抛尸河中的。还有一点，在他的胃里，我们发现了这个。伊朗，看起来像是烧伤的时候，被一只手盖住了右臂，所以留下了一个手印。两条线索，一人一条。你是吃了千年走地参吗？昨儿还油盐不进，今儿就活过来了。那事儿你得还还。什么事儿啊？师傅驾鹤，做徒弟的怎么都得守孝3年，所以，是不是咱俩这婚事儿？等呗，反正我都等了20年了，也不差这3年。二哥，你看我们都蹲了这么久了，这大门愣是看得紧紧的，这1号冷库想进去没那么简单。找你一朋友帮忙就行。仙姑，我朋友多了去了，你说的哪一个呀？老爷，昨天梦见您了。你问我四儿上回怎么样了？少爷怎么样了？我都没敢看你一眼。老爷，
这回要垮了。老子办事不力，有负重托，要啥要挂你晚上给我做的梦？少爷2件事：第一，把全天津最好的精算师都给我找来；第二，找一个右手有烧伤又跟1号冷库有关的人。行李先别收拾了，暂时不走了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这次的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酒楼，但经过我的调查，发现了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所有的酒楼都在1号冷库存货。事情发生到现在，还依然有人在呕吐和腹泻。这次食物中毒事件影响非常恶劣，无稽之谈，绝对无稽之谈。我既然敢让肖社长过来，就表示我对自己的货源绝对放心，所以也请肖社长能够弄清原委，报道真相，替我们1号冷库证明清白。这件事情上面很重视，已经下令进行严查。我能赶在警察之前到，那也是因为有线人提前给我透露了消息。啊，谢谢肖社长提醒，我一会儿就吩咐底下人重新检查和清点货品。既然主管这么有信心，那可否让我们的记者一同入库进行检查，顺便拍些照片用于报道？库里太乱了，而且实在下不去脚，再加上那些冷却设备又很危险，你们进去实在不太方便。您刚才还信誓旦旦，现在又不让我们入库，很难不让我们怀疑啊。看这儿来，来干嘛？那要不这样，我去跟下面的人交代一声，让他们给你们准备3套干净的棉服，安排3位入库。您费心了。啊，那稍等啊。一冷，随便吃点啊。明可都请我吃嘎巴菜，臭腐。今天兰兰一来，都摆上席了。这些菜都是专门特地请你吃的，总不能让你白等3年吧？也就是现在，以后结婚了，可不许这么过日子啊！都听你的。要不我还是先走吧。
不妨碍你们俩在这儿打情骂俏。踏实做，踏实吃。啊，进冷库是为了查冻尸案，这么破费来这儿吃饭，应该也是为了查案吧？回头我真得好好采访一下丁某，以后要跟这么聪明的人过日子，啥都瞒不住，过得太苦了。你是说我傻呗？哎，不怪你，你这是遗传，爹傻傻一个，妈傻傻一窝。吃饭，吃饭。对了，我稳婆找到了。这都20多年了，不会是假冒的吧？错不了，所有条件都对得上。是不是已经有结果了？还没呢，他们说稳婆去塘沽给人吻孩子去了，明儿就回。哎，吃饭吃饭啊，使劲造，吃完这家还10几家呢。10几家？你疯了吧，二哥？让你吃你就吃，又用不着咱花钱。兄弟，有火吧？赵栓，你是不是在1号冷库干过呀？哎，放我下来！干什么你？放我下来！爷，谁呀？怎么进来的？找遍了全天津所有的医院，还真让我们找着一个手上烧伤又在1号冷库干过的人。是主管，是主管让我们杀了他。赵主管，你说巧不巧？胡说八道，无稽之谈！这事跟我绝对没有半点。
我兄弟怎么死的？这真不知道他怎么溜进来的。那伙计们都以为是贼呢，就追着打。他下手也挺狠的，我们伤了好几个兄弟呢。在这儿！追！冷冻仓在那边，他自己顺着路就跑进去了，我们也拦不住啊。这边请。这就是咱们冷库，就这儿。他不小心撞翻了液氮罐子，然后就一罐子都浇到自己身上了，然后就自己跑出去了，人就给烧死了。我们也是害怕，所以才给他扔河里了。告诉你，如果只是液氮浇在身上，根本不会致死。他的呼吸道里都是烧伤，是窒息而死的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，说实话。我承认，是我们浇上去的，但是我们就是想吓唬吓唬他，没想弄死他。他正梦的可凶了，几个人按都摁不住。当时手忙脚乱的，一罐子液氮浇下去，也就不分身上还是嘴里了。上面所有的酒楼我都去过，其中5家海鲜数量与进出货单上不符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你这儿订货了，是黑货。牛哥认尸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只花臂虎南洋丁螺，我们顺藤摸瓜就查到了3家冷库进过南洋海鲜。被冻死的人身上有南洋丁螺，一共只有3家冷库会进这种海鲜，其中2家都是在事发之后才进的货，只有你这是在案发前。那3个人是不是在你这儿冻死的？您高抬贵手。但凡有一点辙，我也不可能干这要人命的事儿。真的是有人逼我，真的是有人逼我的。谁逼你的？你干什么？
你也别费劲了。现在就算门打开也没有用，我们身体当一起接触了液氮，皮肤就会处于低温状态。只要接触到常温，温差就会导致中毒烧伤。切牛身上的烧痕就是这么来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歇会儿。马当庭，一起就真的成冰棍了。咱动动脑子行吧？动动脑子也能保持体温，捋案子成完。行，你捋啊。随疯子、顾卫良、石师傅、胡总管，还有楠楠他爸、铁牛，还有3具病尸，这算几牛？牛就算1牛，那就是4牛。4牛。那陈思如、白素，还有大玲跳楼那女孩，这算牛吗？如果算，那就是8牛。不是，但他们跟牛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有那么危险吗？我脑子都快冻上了。对啊，这个都是以你的名义在外边赊的，你要是能出去，那鸡都还上。你这把管子都吃空了吧？啊！我不是为了办案吗？我吃点苦，没关系。好热。不能走。你现在这个叫做32调节兴奋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一旦脱了，会迅速失温，马上冻死的。我太热了，这条不能吐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救人！快，把人抬出去！快点，快！等！准备水，还有衣服。我们得把液氮洗干净才能出去。水衣服，快去呀！快！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，你们说说，你们要我说你们点嘛好呢？这天津卫要少了一个百姓的父母官，再少一个小和珅，这日子还那么过呀？这老百姓的心里都不得全垮了。哎呀，幸亏我荆门神探及时赶到啊，否则的话，否则怎么着？说正事儿。冷库主管抓着没有啊？还抓嘛呀？自己个儿横着进警察局了，死了。哼，他要不死啊，您2位小祖宗还真活不了。哎，就在这警察局门口，自己个儿把2根金笔一左一右插进了太阳穴里，咕咕咕咕咕直冒血呀。所以啊，我们这才到冷库来调查，还招来了一大堆记者。外面呢，现在是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这么差的？没错。所以是自杀？可不嘛！司机、徽匠还有电工，3根冰棍都是他动的。据我推测，
那三老的案子肯定是他指使那3根冰棍干的。现在难情败露，畏罪自杀。河南，好，一个管冷库的为什么要杀师傅他们？这个，哎呀，恩恩怨怨嘛，上哪儿知道去？反正现在真凶现了形啊，荆门神探又破获一桩奇案。那个丁秘书长，现在外边记者都着急等着采访呢。我看您现在这种情况，肯定不便露面啊。要不我辛苦点出去替您先应付一下。辛苦了。您踏实歇着啊。队长，一会儿记得垫脚啊，你低点啊。咱俩是不是想一块儿去了？金银铜铁，要真是9牛的话，少不了这4牛。崔疯子铜牛书立冷库主管金比牛酒，再加上铁牛，金铜铁都有了，就差那个，好久没看老傅怎么忽悠记者了，我去看个热闹啊。快坐。本来想把这边事情全都结束了，再去找你，可没想到让你看我这么窝囊的一面。一点不窝囊，这是你这段日子以来最振作的样子。那你还跟我走吗？你还要走啊？当然要走。未来的路那么难走，你舍得让我一个瘸子自己走吗？这是你们达官显贵的幽默感。幽默吗？难道不浪漫？这条路可不好走啊。所以啊，选对旅伴很重要。本来想着收拾好了之后再去跟郭先生辞行，没想到您先来了。有什么话您就说吧。我知道你不太想提这事儿，能帮上你就好。顾维良外交官来天津，除了跟您结婚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？我们本来计划婚礼之后马上去欧罗巴蜜月，但微良有个重要的约谈，所以船票定在婚礼之后3天。
你知不知道他约谈的对象是谁？微良工作的事我都不过问。哦，行，谢谢啊。你们继续。既然商家最大的需求是将货物卖给他人赚取利润，那货物卖出去才是最重要的。现在天津大旱，这批货无论如何也无法正常的回到原来的货主手里，这笔生意注定是做不成了。但如果漕运出面，以比市场稍高的价格订购这批货物，那商家就不需要千里迢迢把货物转运他处。漕运商会买西货干什么？现在天津大旱，之后农民肯定会欠收。我在查库的过程中发现，有许多都是谷物，还有水果，我们可以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农户。这不是赔本的买卖吗？如果按照原先的赔款条例呢，等期货腐烂，我们需要赔偿3倍的费用。但如果我们把这些货物全部买进，我有信心可以跟货主把价格谈到1倍以下，这样就省下2倍罚金。给农户的期货我们可以半卖半送，虽然回款是杯水车薪，但最起码我们解决了仓储还有处理腐物的费用啊。凭什么相信货主会放弃3倍的赔款，而选择低于1倍的价钱，让你买进？这就是我今天叫你们过来的原因。是否可以给这次所有的货主一个承诺，等漕运恢复航运以后，他们的运费让利2个点，为期10年。哼，10年2个点，你掐指头一算，满亏啊！我倒是同意，利虽薄了2分，不过身家保住了。这个时候让漕运活着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只有让他们觉得赚了，他们才会答应这笔交易。而且我已经仔细算过，利不会薄的。此前，漕运商会在船只调度上有诸多浪费，如果改进调度模式，我有信心在1年之内，在运价不变的情况下，让我们的利润提升3个点。如果我们的方案成立的话，支付给货主的赔款是原先预估的1/3，贱卖期货减掉2成。我在盘库的过程中还发现了许多无主货，出售所得又可以抵掉3成，最后剩下5成。我会开丁家私库，毕竟这件事情是由我的失职造成的，由我来承担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吩咐。那胡总管先前囤的那批货，是不是也可以兑了，换成现款？胡总管压了什么货？是中药黄柏。川黄柏性味苦，下火通便，这么普遍的药材怎么会缺货？我们也纳闷呢，那几天整个天津的药材行黄柏全断了。送的，谁送的？
不知道，没透露姓名，说是我们饭店的老主顾，觉得这画呀跟我们西湖饭店的氛围特别搭调，专门让人送来的。顾先生啊，特别喜欢这幅画，站在跟前看了好久。本来我还打算等婚礼结束，专门给顾老送过去。要没这画呀，我估计顾老都不会选我们这儿办婚礼。哎，造化弄人呐。那我就不多打扰了。等你都收拾妥当了，我再请你吃一顿贴饽饱小鱼儿，就算给你践行了。好，顾先生真是有心了。王小姐才有心呢。其实我一直想问，这就一临时住所，还把结婚照挂得这么庄重。我本来想着只带照片来，到了天津再装裱，可微良他就是不肯，非要连框一块带来。假如这装裱的材质是象牙或者红木，那随框携带可以理解。可是看这个用料还是挺大方的，只不过这材质怎么看都是杂木，图什么呢？这个我能拿回去瞧瞧吗？会有什么新进展吗？算了，微良有我不知道的一面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只知道他作为丈夫的一面就好。黄渤缺货，是因为胡叔囤的货，所以店家把黄渤换成了虎杖，导致顾维良过敏。在西湖饭店举办婚礼，是因为一幅画儿。这幅画儿是我爸买的，匿名送给西湖饭店。这是买画的票据，我在他办公室发现的。过敏药膏的方子其实是师傅配的。师傅配的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药方呢？烧了。烧了？小英把师傅当亲爹看，那如果这顾维良真是他亲爹，再如果这案子真是师傅干的，亲爹杀亲爹，你让小英怎么办？难道真的是他们杀了顾维良？公仇私怨，总有个缘由啊。顾维良把这个藏在结婚照里面，这洋文写的是什么呀？是份名单，里面啊有不少都是什么高官、富豪之类的，有钱有势的人。我爸的遗物里也有这个图案的印章。
古登堡协会。黄鱼堡、鸡公堡，大伙争小伙堡。古登堡是什么吃法？约翰内斯·古登堡，西方印刷术的鼻祖。他们致力于像印刷术传播文明一样，把先进事物传播到全球。我在德意志的时候听说过他们，他们的创始人好像是在蒸汽革命的时候崛起的一些工业巨头。20年前，古登堡协会进驻中国，协助共同抗击蘑菇痘病毒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过了10几年，仿佛一夜之间销声匿迹，撤销了在京所有办事机构。这跟蘑菇道有关啊！抗击蘑菇道，那师傅应该知道啊，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过呢？不光师傅，还有我爸胡叔，他们都是当年参与剿灭蘑菇道的功臣。还有我爸。